当地时间2月16号，为期3天的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以新的紧迫感和团结精神，建立一个让人人受益的全球秩序。出席慕安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给布林肯送了一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该如何解读？同一天，王毅还应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王毅说，当前双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让旧金山愿景成为现实，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发展。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将拜登总统的承诺落到实处，体现在具体行动中。王毅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美方如真想台海稳定，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王毅强调，把去风险搞成去中国，建小院高墙，搞对华脱钩，终将反噬美自身。王毅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发展权益。双方就开展人文交流、便利人员往来交换了意见。王毅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滋扰盘查中国公民，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事情，并送美方一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双方探讨了下阶段两国各层级交往，同意保持各领域对话沟通，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积极评价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工作，期待近日两国执法部门高层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继续推进外交政策、亚太事务、海洋事务、人工智能对话磋商，保持两军沟通。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同意双方半岛事务特使保持接触。应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时，王毅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沟通，为促进安全、维护和平发挥应有作用。为此，双方应共同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加强交往合作，妥善处理分歧矛盾，推动中英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卡梅伦表示，英方愿从战略角度看待英中关系，同中方发展更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以相互尊重的方式管控分歧、解决问题。英方将继续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推进合作。我身后的巴伐利亚庄园酒店是慕安会的固定举办场所，今年将有54个国家的领导人在3天的会议期间发表演讲。王毅将在17日的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的演讲也备受国际舆论期待。德国当地媒体也普遍认为，本届慕安会将延续俄乌冲突以来的紧张氛围。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周颖在德国慕尼黑现场注意到，安保较以往明显更加严密，这或许是当前欧洲社会不安状态的外在体现。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春节期间访问欧洲行程丰富。据外交部官网消息，他将于2月16号到21号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并访问西班牙、法国，在法国举行中法战略对话。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最近可谓是官司缠身。当地时间2月15号，针对特朗普涉嫌向艳星支付封口费一案，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法院法官驳回了特朗普要求撤销诉讼的请求，并将于下月接受刑事审判。这意味着特朗普将成为有史以来首个因刑事指控而受审的美国前总统。就在昨天，美国纽约州法官又对特朗普的民事欺诈案作出裁决，对其处以超3.5亿美元的罚款。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由于特朗普将其净资产夸大了数十亿美元，构成了严重欺诈行为，美国纽约州法官16号对特朗普的民事欺诈案作出裁定，处以超3.5亿美元罚款，
禁止特朗普在3年内担任纽约任何公司董事。And for years, Donald Trump engaged in deceptiv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tremendous fraud. Donald Trump falsely, knowingly inflated his net worth by billions of dollars to unjustly enrich himself, his family, and to cheat the system. Donald Trump may have authored the art of the deal, but he perfected the art of the steal. This long-running fraud was intentional, egregious, illegal. 对于该裁定，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称将上诉。It's a very sad day for, in my opinion, the country. New York State judge just ruled that I have to pay a fine of $355 million for having built a perfect company. Will appeal, will be successful. 除特朗普本人外，法官还裁定对特朗普的2个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埃里克·特朗普实施行业禁令。如果裁定成立，谁将接管特朗普集团也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What do you think the barring from business for 3 years? What does that mean? That's a big problem for him because so is Don Jr., so is Alan Weisselberg and Eric Trump. So who's going to run the business? Ivanka? Doubtful. She doesn't want anything. She wants to stay as far away from this scenario as she possibly can. They have their own life. 官司缠身的特朗普心烦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桩。美国东部时间2月15号上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入纽约市曼哈顿下城法院，就封口费一案进行审判前的最后一场听证会。据悉，特朗普面临34项重罪指控，包括涉嫌伪造商业记录，以掩盖他在2016年白宫竞选期间涉及婚外情的指控。特朗普对所有指控均予以否认，他要求法官撤回这些起诉。然而，此案的主审法官胡安·梅尔尚驳回了特朗普的请求，并确认该案将于3月25号审判。届时，法院将挑选陪审团。梅尔尚表示，审判可能会持续5到6周，在4月底或者5月初结束。出席听证会的关键证人科恩曾是特朗普的律师，此前多次帮他摆平关键事务。科恩承认他曾亲自支付封口费，并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得到回报。I believe, based upon the information that I know, and based upon not just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the corroborating testimony from so many people, I believe that he will be found guilty on all charges.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封口费案被许多法律专家认为是特朗普面临的4项刑事审判中最薄弱的一个，即使被定罪，特朗普也不会面临牢狱之灾。深圳卫视梳理发现，特朗普深陷4起刑事诉讼案件，除封口费案外，还包括卸任总统后处理机密文件不当、干预2020年总统选举等行为，让他合计受到91项罪名指控。此外，特朗普还被卷入2起民事案件。15号的听证会结束后，特朗普在庭外发表讲话，重申了一贯以来的说法，即针对他的刑事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What it is election interference. It's being run by Joe Biden's White House. His top person was placed here in order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goes right. This is a terrible time for our country. This is a real dark period for our country. His top person, Colangelo and some others, have been placed into the DA's office to make sure they do a good job of election interference.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ith all of this being said, 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福克斯新闻此次也坚定站队特朗普，直接在节目中抨击纽约州司法不公。That Donald Trump's going to get any fair trial in New York. Yeah, it's really unbelievable, Sean. I wouldn't believe it if I wasn't the one sitting in these trials myself.